我将红色的嫁衣撕扯下来，伴随着撕裂声，刺目的血色在空中飘散。婆婆的手紧紧攥着刚才从我箱子里翻出的存折，脸上的贪婪毫不掩饰。新郎，我的丈夫，在角落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婚房是我父母倾尽积蓄买下的，而我却在新婚之夜被当成了提款机。我笑了，转身拉开衣柜，取出一个行李箱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开始为我的丈夫收拾行李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陈明是在一次公司联谊会上认识的，那天我被闺蜜硬拉去参加，本来是兴致缺缺，没想到却遇见了他。他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浮夸，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沉稳的气质，这正是我所欣赏的。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初次见面，他没有问我的微信，而是关心我的阅读喜好，这让我眼前一亮。我喜欢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，我微笑着回答。巧了，我也是，最近在看亲密关系，你看过吗？就这样，我们聊了一整晚，从书籍到电影，从工作到生活理想。那一刻，我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契合点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约会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感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。半年后，他向我求婚了，在一片玫瑰花海中，他单膝跪地，举着戒指，眼神坚定而温柔。苏雨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们一起走过以后的每一天，我欣喜若狂地点头答应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那一刻，我以为我找到了此生挚爱，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。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。当我将陈明带回家见父母时，我父亲很直接地问他：小陈啊，你们结婚后准备住哪里？陈明略显尴尬地回答：叔叔，我家条件不太好，暂时没有能力买房，不过我会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攒够首付。我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女儿，爸妈有些积蓄，给你们买套小房子吧，就当是结婚礼物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而陈明则连连摆手：叔叔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但我父母坚持，最终在市中心附近买了一套2室1厅的新房。虽然不大，但胜在交通便利，小区环境也不错。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和陈明2个人的名字。父母说这是对我们的祝福，希望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就在一切看似美好之际，婚礼前1周，陈明的母亲突然提出要10万元彩礼，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，不能不给。婆婆语气强硬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想着是第一次见面，不想闹得不愉快，便答应了下来。陈明在一旁显得很为难，但最终也只是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0万元作为彩礼，心想这钱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小家庭，用于我们的未来。那时的我多么天真啊！婚礼那天，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站在台上许下誓言。我以为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天，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我没想到这一天的结局会让我心碎至此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回到了新房，按照习俗，婆婆和几位亲戚也跟着来到了我们家。我本以为他们只是来热闹一下就会离开，没想到婆婆却在客厅里坐了下来，眼神不停地在房子里扫视着。小苏啊，这房子多少钱买的？婆婆突然问道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200多万，是我父母给我们的结婚礼物。婆婆听后眼睛一亮：你父母真有钱啊，200多万说给就给了。我有些不舒服，
但还是礼貌地笑了笑。他们是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，就是想让我们小两口有个安稳的家。婆婆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了。当亲戚们都离开后，只剩下我、陈明和婆婆时，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。现在人都走了，我们来谈谈正事吧。婆婆放下茶杯，直视着我。我疑惑地看向陈明，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，盯着地板。什么正事？我问道。彩礼钱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吧？婆婆伸出手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彩礼钱不是已经给了吗？那是给家里的，现在我要的是给我个人的。婆婆理直气壮地说。我震惊地看着她，阿姨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当初说好的10万元彩礼已经给了，没有说还有其他的啊。婆婆冷笑一声，你们年轻人懂什么？在我们那里，彩礼除了给家里的，还有单独给母亲的一份，这是规矩。我感到一阵荒谬，转向陈明，老公，你怎么看？陈明支支吾吾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妈说的对，这是我们那边的习俗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个在求婚时信誓旦旦要与我共度一生的男人，此刻竟然站在他母亲那边，而不是我这边。那你们打算要多少？我强忍着怒气问道。再给20万吧，算是我这个当妈的一点心意。婆婆笑着说，仿佛是在施舍我似的。20万，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这哪里是什么习俗，分明是趁火打劫。我父母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才攒下来的钱，买了这套房子给我们，而婆婆却在我们新婚之夜狮子大开口要20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。阿姨，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。我和陈明结婚不是做生意，更不是在买卖什么。彩礼的本意是表达心意，而不是索取钱财。婆婆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。怎么，嫌钱多啊？你家不是有钱吗？200多万的房子都买得起，20万算什么？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，婆婆突然起身走向我的卧室。我警觉地跟上去，看到她正翻找我的抽屉和柜子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厉声问道。找你的存折和银行卡，不是说要给彩礼吗？婆婆理直气壮地回答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哪里是讨要彩礼，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抢劫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陈明站在一旁，竟然没有一丝要阻止的意思。终于，婆婆从我的首饰盒下面找到了我的存折，得意地晃了晃，找到了。她迫不及待地翻开一看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35万，不错嘛，那就给我转30万吧，剩下的5万你们留着用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我不敢置信地看向陈明，希望他能站出来说点什么，哪怕是一句反对的话也好。但他只是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陈明的温柔体贴，他的真诚相待，都只是为了让我和家人放松警惕，好让他们得到更多，而我竟然傻傻地相信了一切，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积蓄作为彩礼。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涌上心头，我冷静地看着婆婆。阿姨，我想知道，你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这样？婆婆被我突如其来的冷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什么意思？你儿子是不是专门找有钱人家的女儿结婚，然后你们一起来骗钱？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道。婆婆被我戳穿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是正经人家，不是骗子。正经人家？我冷笑一声。正经人家
会在新婚之夜闯进儿媳妇的卧室翻箱倒柜吗？会毫不客气地索要对方的积蓄吗？我转向陈明，你到底要怎么选择？是站在我这边，还是继续配合你母亲的表演？陈明低着头，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，眼神闪烁，就是不敢直视我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只剩下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像是在计算着我们婚姻破裂的倒计时。陈明终于开口，声音却小得几乎听不见。苏雨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妈？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需要钱看病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就是她的选择，用这种蹩脚的借口来为她母亲的贪婪辩解。看病？我冷笑道，如果真的是为了看病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但你们选择在新婚之夜用这种方式要钱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婆婆见状，立即变了脸色，把矛头对准了我。你这个媳妇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儿子辛辛苦苦工作，养家糊口，你就不能支持一下吗？再说了，你娘家不是有钱吗？给点钱怎么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。阿姨，我父母的钱是他们辛苦几十年赚来的，他们愿意给我买房是他们的心意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家就是提款机。婆婆不依不饶，那你嫁给我儿子，不就是嫁入我们家了吗？家里有困难，你作为儿媳妇难道不应该出力吗？我看向陈明，希望他能说点什么，但他依然沉默着，仿佛这场争执与他无关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明白了，我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也不多废话了。我走到衣柜前，拿出一个行李箱，放在床上，开始往里面放陈明的衣物。婆婆和陈明都愣住了，不明白我在做什么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陈明终于开口问道。我头也不抬，继续整理着他的衣物。帮你收拾行李啊，请你们离开我的房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婆婆提高了声调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凭什么让我们走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身面对她。阿姨，这套房子是我父母买的，房产证上虽然有你儿子的名字，但那是基于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前提。既然你们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请便吧。婆婆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。你这是要赶我们走？你敢？我当然敢。我冷静地说，你们有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就离开，房子归我，要么我们打官司。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是有预谋的骗婚，到时候不仅房子你们拿不到，可能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陈明终于坐不住了，走过来拉住我的手。苏雨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谈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现在知道谈了。刚才我问你选择站在哪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声？陈明，我真的看错你了，我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没想到你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。婆婆见势不妙，立刻变了策略。好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苏雨，你别生气，我不要那么多了，给个5万意思意思就行。我摇摇头，笑了。阿姨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们的所作所为，让我看清了这段婚姻的本质。我不可能和一个在关键时刻不站在我这边的男人过一辈子。婆婆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，她死死盯着我手中的行李箱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心。你敢赶我们走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婆婆威胁道。我儿子的名字可是在房产证上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建议你们现在就走，否则等到法律介入，事情就不是简单搬家这么简单了。
陈明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他急切地拉住我的手：“苏雨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才刚结婚，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：“谈？你刚才有多少机会可以站出来，但你选择了沉默。陈明，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爱情？”婆婆见状，转而把怒气撒向了儿子：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！我当初怎么教你的？找个有钱的，骗也要骗到手。”这句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彻底击碎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幻想。原来这一切真的是预谋已久的骗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看向婆婆，声音冰冷：“请你再说一遍。”婆婆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慌忙辩解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”不用解释了，我打断她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：“我已经录下了你们的对话，现在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收拾东西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。”婆婆脸色铁青，但她知道大势已去，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去收拾东西。陈明站在原地，一脸的不知所措：“苏雨，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才刚结婚。”我看着他，心中既痛苦又释然。“陈明，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”陈明低下头，沉默不语。看来答案很明显了，我苦笑道：“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爱过我，对吗？”陈明终于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。“一开始确实是我妈的主意，她说你家条件好，让我试着追求你。但后来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。”“喜欢？”我讽刺地笑了。“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喜欢，那我宁愿你恨我。一个真正爱一个人的人，会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沉默吗？”陈明无言以对，只能低头收拾自己的东西。10分钟后，婆婆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，脸上的怨恨毫不掩饰：“苏雨，你会后悔的，这事没完。”我平静地回应：“阿姨，您尽管去法院起诉。”我很期待见证司法的公正。陈明拖着我替他收拾的行李，站在母亲身后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和不舍。“苏雨，”他轻声唤道。“走吧。”陈明，我打断他：“希望你下次找对象时，能真正学会什么是爱。”随着门关上的声音，我的婚姻在新婚之夜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门关上后，整个房子瞬间安静下来。我独自一人站在客厅中央，环顾四周。昨天还布置着喜庆气球和红色绸带的新房，此刻显得格外空旷和冷清。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滑落，我蜷缩在沙发上，任由情绪宣泄。这本应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，却变成了噩梦。我掏出手机，想给父母打电话，但又放下了。他们辛苦攒钱给我买房，希望我幸福。我怎能在新婚之夜就告诉他们我的婚姻已经结束？夜深了，我洗去妆容，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，不禁苦笑。昨天化妆师还夸我是最美的新娘，而今天我就成了孤独的前妻。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婆婆那句“找个有钱的，骗也要骗到手”，以及陈明的沉默。原来我眼中的真爱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第二天一早，门铃声惊醒了我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陈明站在门外，一夜未睡的样子，眼中带着祈求。“苏雨，开门吧，我们谈谈。”他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开了门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之间需要一个明确的了断。陈明一进门就跪了下来：“苏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听我妈的，
不该在你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保持沉默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冷静地看着他。陈明，昨晚你母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家的钱来的，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陈明急忙解释，一开始确实是我妈的主意，她说你家条件好，让我试着接近你，但后来我是真的爱上你了，苏雨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。我摇摇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昨晚你就不会选择沉默。爱一个人，就应该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，而不是袖手旁观。陈明低着头，无言以对。更何况，我继续说，你妈妈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婚姻诈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陈明脸色大变，苏雨，你不会真的去告我们吧？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我也不会再容忍欺骗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会去办理离婚手续。至于房子，我父母买的，理应归我所有。陈明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终于放弃了挣扎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苦笑一声。陈明，从今天开始，已经没有我们了，你自由了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。就这样，我的婚姻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强忍着痛苦，开始了离婚的法律程序。父母知道真相后，虽然心疼不已，但始终支持我的决定。离婚诉讼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法院很快就判决婚姻无效，房产归我所有。陈明和他母亲甚至没有出庭，大概是知道自己理亏，不敢面对法律的制裁。判决下来的那天，我一个人站在法院门口，心情复杂。虽然赢了官司，但我的青春和感情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回到家，我开始收拾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把所有与婚礼和陈明有关的物品都打包装箱。这个过程既痛苦又治愈，仿佛在一点一点地剥离过去，迎接新生。3个月后，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开始创业。失败的婚姻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。我不再依赖任何人，而是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未来。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，我遇到了无数困难和挑战，但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个新婚之夜，想起自己是如何从绝望中站起来的。这份坚韧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。1年后，我的小公司开始步入正轨，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，陈明的母亲。她看起来比1年前老了许多，眼神中的锐利被疲惫所取代。苏雨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她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不管怎样，过去的恩怨已经了结，我不想再沉浸在仇恨中。我来是想向你道歉的。婆婆坐下后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不该贪图你家的钱财，不该逼你和陈明离婚。我平静地看着她。阿姨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道歉是不是有些晚了？婆婆叹了口气。我知道晚了，但我还是想亲自来说一声对不起。陈明这1年过得很不好，他一直忘不了你，整天借酒消愁，工作也丢了。我这个做母亲的看着很心疼，我心中微微一颤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阿姨，你的道歉我接受了，但如果你是来说和的，那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婆婆摇摇头，我不是来说和的，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
看着婆婆离去的背影，我内心百感交集。1年前，她趾高气扬地索要我的积蓄；1年后，她低声下气地来道歉。人生的转折，有时就是如此戏剧性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城市灯火，思绪万千。婆婆的到访勾起了我对那段婚姻的回忆，我不禁想，如果当初陈明能够坚定地站在我这边，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？但这种假设毫无意义。事实是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沉默，而这种沉默比任何背叛都更令人心碎。我拿起手机，翻看通讯录，陈明的号码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。1年来，我从未删除。我想起婆婆说她过得不好，心中不禁有些不忍，但很快我又自嘲地笑了笑。即使现在，我依然在为她考虑。而她当初呢？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一条短信：苏雨，我是陈明，听说我妈今天去找你了。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，但我想亲自告诉你，我很抱歉。这1年来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。我知道道歉已经无法弥补伤害，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看着这条迟来的道歉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释然。1年的时间，足够我从伤痛中走出来，也足够我看清一段感情的本质。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，而是选择删除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就该成为过去。现在的我，不再是那个为爱情盲目付出的女孩，而是一个懂得保护自己、勇敢追求幸福的女人。那个新婚之夜的决定，虽然痛苦，但让我重获新生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收拾行李，请他离开我的生活。因为爱情中最重要的不是激情和甜言蜜语，而是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担当。人们常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但对我那场闹剧般的婚姻，反而成了我蜕变的起点。我关上阳台的门，回到温暖的客厅。房子已经重新装修过，没有一丝过去的痕迹。就像我的生活，虽然经历了风雨，但终将迎来晴天。有人问我，你后悔当初的决定吗？我的回答始终如一，在婚姻面前，宁可单身，也不要将就。因为真正的爱情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牺牲和退让，而是2个人的相互扶持和共同成长。那个帮丈夫收拾行李的新婚之夜，不是我人生的终点，而是新生活的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